嗨，各位金，这个3月抽取终于来了哦。我这张图呢是先给想知道其他属性队伍到底怎么搭配的人看的。那红框里面是目前我们现在会用的组队搭配，你只要看给我有印象就好了。那至于新手到底要怎么抽，或者是你也不知道现在你的进度在这边哦，你卡在这个地方，你也不知道怎么抽的话，你可以从这边开始看起。这个呢是目前把所有光辉需要用到的属性都整理出来的。那可以发现，这个光辉呢在前期有3个光辉是共用同一种弱点属性，就是这个风属性队伍。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上我会比较推荐选风队起手。那因为现在这个新的 UP 池是水属性的角色，所以你也是可以从水属性角色开始抽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初期的时候是可以用水属性的角色通关的。那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账号是买的呢，还是你是新号呢？如果你的账号没有福利脸的话，这一只角色是可以代替福利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中间这个光队呢，是为了处理这个戴摩斯哦。在戴摩斯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战力推进的，你不可能跳过戴摩斯去打这个下面这个老头的，这个战力落差非常大。所以你在前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队伍是能够处理戴摩斯的。我会选择光队，主要是因为他对于新手比较友善。这个队伍呢，不需要什么技巧，站着打都没有问题。他们给的护盾非常多，你只需要考虑你打不死 BOSS， 你不用考虑你会被 BOSS 打死。那这个队伍呢，在后面打到这个羊头的关卡呢，也是可以用到的，而且非常好用，所以我会推荐以这3个属性组队为主。那一定会有朋友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抽？我是要抽到几星吗？这个游戏到底要怎么抽？我跟你讲，基本上所有的角色都要抽到5星，5星才是真的把这个角色发挥出来的效果，尤其是输出类型的角色。所以输出类型的这3个属性的输出角色，我都建议你人物跟专武都是5+5，你的所有资源先投在输出角色身上。但组队上你不可能只有一个输出角色去打，你还是需要其他的辅助角色来帮你过关。所以呢，我还是有帮你设定好说，如果你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抽数，你不知道要优先抽什么角色的时候，我到底要抽到几星？像这2个风队的角色呢，它2星呢就是卡在它的效果最好的时候，那后面的星数就是提供你前面原本就已经开启的机制更强的效果而已。所以我会建议你这边先抽到2星，后面再补。那我这里写后4，就是因为这2个角色的5星呢是以伤害为主，就是他们本身的伤害是高的。那如果你只是为了通关，其实有没有5星没有这么重要。那龙二的部分，他的专武呢是提供他自己的伤害，所以你有没有做专武其实也无所谓。那你想说，那如果他没有专武的话该怎么办？你直接拿其他输出类型的角色的专武塞给他就好。比如说他是吃体力的角色，你拿了专武给他，不是体力的，你是拿攻击型的角色，战力也可以增加，只是没有纯体力的这么高。但对你来说，你整个账号里的资源最高的就是攻击型的武器了，所以你一定是拿攻击角色的武器塞在他身上。那当然，如果你的资源有余裕，你可以去做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去做体力类型的武器。我今天如果做别人的体力类型武器，比如说我先讲到后面这个，比如说这一只过载，它的专武就是体力的，但是它是水属性，可不可以拿来装在龙二身上？可以，而且它提升的战力跟龙二自己的专武提升的战力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2个人都是吃体力的角色，这样可以理解。只是说龙二为什么不需要专武？是因为他的专武并没有提供队友额外的伤害，他是提供他自己的伤害，所以我才不建议先把资源用在他的专武上。那像妹妹的话呢，这种辅助类型的角色，他们的专武就是提供队友伤害，所以就是优先做到5星。那这边的意思就是一样，你只要看过有印象就好，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呢，就是我现在整理出来我的抽法。你不一定要照我这么抽，但你可以参考。最终我们组成一定是这3个队伍为主。那这一期呢 ，UP 是这个水属性。你如果要组队，我会建议你先把水属性抽起来，因为这只角色现在 UP， 你要过2个月之后，2个角色之后，它才会加入普池。它现在是限定，但是它最后会加入普池，只是有个时间限制。如果你在最近你没有办法把它抽满，那就是抽我刚刚说的最低星数，你剩下的星数等它入普池，你再慢慢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像下一期那个角色已经出来，就是龙二他们那个工会的会长，他呢是风属性的过载。所以如果下一期 UP 池换了，我会建议你先从风属性开始。如果你是后面玩的人，然后你看到这篇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UP 池换成风属性的新角色，没有问题。因为这边的池重点就是这个白色的券，它可以让你提前享受这个属性的红利。那如果你现在不抽，有没有关系？其实还好，因为你最后还是可以靠黑池捞出来，只是几率你可能是1/3，你抽到了1/3。如果它是 UP 池的话，它的几率就是你抽到就是1/2，而且有保底机制，所以会比较好抽。
当然这个词也比较贵，这个票也比较贵。好，那再来就是谱池的部分，目前除了联动角色之外，谱池都可以抽得到。除了联动角色之外，谱池全部的东西都抽得到，武器也抽得到，角色也抽得到。那谱池现在呢，它的设定是3个选项可以选。那我会建议你固定的部分，你选2个属性的输出，把它固定在这边，因为要让你比较好通关。后面的关卡几乎都是复合属性，你最好是提早把你的输出准备起来。那这边我会建议你把2个输出角色放上去，或者是你想要抽武器也可以，因为主角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环。你想要把武器放上也可以，你就是1个输出1个武器加上1个辅助猎人。那辅助猎人的部分呢，你剩下来就是这4只，你先选1只起来，你这边这个池总共可以选3个东西嘛，你就是从这里面挑。只是我建议你就是固定，要么2个猎人，要么就是1个猎人加1个武器，然后一定要放上1个辅助，因为像这种破盾类型的角色对你前期非常有帮助。怪物呢有盾的时候，你打它是不痛的，所以你破盾之后，你的输出才可以有效的发挥。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哦，武器的部分。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复杂，但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建议书，它不是一个必须得这么做。我只是告诉你说，你按照你游戏的阶段，你怎么样抽的星数到哪边会比较合理一点。那如果你意外运气比较好，你先抽到5星，那也没有问题 ，OK 吗？只是说你在设定上，我会建议你至少要有这样类型的武器。比如说前期我就是设定妖刀月影3星，那你妖刀月影3星抽到了之后，你就把其中一把武器下来，然后换成这个风属性的风暴大剑，让它去抽到3星。你在抽的时候有机会就自己选定把它弄到3星，这样会对你后面来说比较友善，你不会玩到后面的游玩体验有很大的断差，就突然间打不过，或者是你突然间少了什么武器很难受。所以这边你参考就好。重点是这边武器它并不是一个单独拥有就可以通关的重点，因为呢对于主角来说，武器它最多就是功能性的东西。主角的武器要纯输出来说比较少，它的武器里面有输出量足够的来说是非常的少。所以呢武器对我来说就跟技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选武器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技能。为什么我选妖刀跟月影？不是因为妖刀跟月影本身的攻击够高，不是，他们提供的额外效益很高，它可以让你的技能翻倍伤害，这就是它这2把武器组合起来最恶心的部分。那在有妖刀月影的前提下，我会建议你打 BOSS 的时候最好是带上这样的技能。你在打火胖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你选破盾，是先选这个风属性的破盾，你就去照这个技能图案去选就对了。那风属性的破盾你会发现3个副本都可以用到，所以这个破盾是非常万用。而且这一颗呢有个额外效果，就是它有增伤，它的增伤是不限属性，你只要打在 BOSS 身上或者是怪物身上，它也可以聚怪，它可以把怪物吸在一起，所以在你不管哪一个阶段都非常好用。那这个水梯呢，在这个胖子这个关卡呢也是非常好用，以前是没有这个技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并不是用这个技能来输出。那现在有这个技能，我会推荐你用这个技能，再加上妖刀月影的效果呢，水梯的效果会非常的爆炸。那你会发现我这边技能都选了紫色的技能，为什么？因为技能你只是要通关，并没有需要一定要用到红色的技能，你只要有紫色以上，你就可以拿出来用。蓝色呢是除非你真的没得选，那如果你有紫色，我会建议你优先用紫色的技能，好吗？好，那到恶魔王这边呢，这个策展暗属性的，我会建议你先把它弄出来，因为这一颗技能在其他属性上，只要不克暗属性，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它是相当爆炸的输出技能。那刚好在恶魔王这一段呢，也可以拿来用，它是非常好用。好。那这一颗呢，它是叫 QTE 技，它是需要有状态判定，比如说怪物被击飞或者是怪物被击倒，它才可以使用。所以这颗技能呢是额外的增伤，你有就拿出来用，而且它是风属性，所以呢它是可以用这3个关卡的，而且它是 QTE 的技能 ，QTE 就是不属于你原本的一般技能的2格之外，它是你的第3个技能，也是第3个输出技能，所以呢你只要有就拿来用。它可以增加你的通关可能性。那我先看风属性这一排，这个武器呢，如果你玩到这边的时候，你还没有抽满它，那你能不能打这个 BOSS？ 可以，因为呢这个属性的策展也算是一种输出，再加上雷鸣这几个技能就可以打它，没有问题。这个只是我把它放上来，告诉你说，如果你有这把武器，你抽到5星，你也可以代替这个技能，你甚至没有这技能也没有关系。好。那再讲这2个，因为这2个属性是我们要用输出技能去打 BOSS， 然后破盾的部分就交给我们的武器来处理，所以我们就会把原本前面配置是我有一个破盾加输出，
那我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破盾拿掉，把它转成武器去破盾，因为火属性去针对这2个怪物才有用。然后把我们空下来的技能换成输出。目前这个火匕首加上火踢呢，是火系输出里面相当爆炸的组合，一样10这以上就可以使用。好。那这一期这个抽取懒人包就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比如说你不知道你现在玩到这个程度到底要抽些什么，如果你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告诉我说你现在通关到哪一个部分，因为我要根据你现在的关卡的位置来决定你之后要怎么抽，我才有办法给你比较符合你账号的建议。那如果你是想问说我关卡打不过去哦，那你要告诉我说你是被打死了呢，还是你打不死他？因为这2个东西差异很大，其实基本上你告诉我一些你的配置，我大概就可以猜得出你的问题在哪边。那当然，你想要更详细、更精准的，你到 DC 来问会比较清楚。DC 有很多大佬，包括我也会在看。如果你在 DC 里面 po 上你的关卡的截图，你用了什么样的技能，你的角色长什么样子，你的装备穿什么，你的数值长什么样子，你丢出来，你越清楚，越容易得到相对精准的答案，好吗？好啊，那我们就下个主题再见啦。